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高血压最怕缺钾，是个表现，暗示你缺钾了。提醒，3类食物可帮忙补钾。早叫你不要吃降压药了，会伤血管，就是不听。急诊室外，妻子着急地抱怨道：今年45岁的吴先生，几年前在公司的体检中查出了高血压，但他觉得自己年轻不碍事，依旧是每天抽烟，常常应酬喝酒。去年他听同事老张说，高血压一定要吃药，不然容易脑出血，并给他推荐了自己一直在服用的降压药，说效果很好，去药店买就行。于是吴先生就陆陆续续去药店买药吃，但他的妻子却认为吃降压药不好，伤肝伤肾，极力的反对。不过老吴自觉吃了降压药后，血压控制的还不错。上周老吴身上出现了喉咙疼痛，但他觉得是上火引起的，喝了一些凉茶就没有再管了。几天后，情况非但没有缓解，还出现了腹泻、下肢无力、心悸等的症状。一天晚上，老吴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直接就晕倒在地上。家人见状，赶紧的把他送去了医院。经检查，发现老吴的血钾水平仅有 1.69 毫摩尔每升，如此低的血钾随时可能会发生猝死。好在送医的时候及时，经过治疗，老吴的血钾水平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水平。这次的经历让老吴心有余悸，难道吃降压药真的会有副作用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、长期的吃降压药，当心体内的钾被偷走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人体内的血钾标准为 3.5 到 5.5 毫摩尔每升，当血钾小于 3.5 毫摩尔每升时，则被称之为低钾血症。低血钾的人会出现四肢乏力、心电图改变等的症状，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干预，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、猝死等发生。常见的引起缺钾的原因有摄入不足、节食、挑食、排除过多、爱出汗、腹泻和药物性低钾血症。而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之所以会出现低钾的情况，主要是和服用降压药的类型有关。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指出，影响血钙水平的降压药主要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 RAAS 系统阻断剂，另一类是利尿剂。其中 RAAS 药物会导致血钾轻度上升，本身肾功能不全的人长时间的使用或者是剂量过大，会引起血钾升高。而利尿剂里面有一种保钾利尿剂，这类的药物少剂量服用，一般不会对血钾产生影响，但如果大剂量的使用，会导致身体出现低血钾。常见的利尿剂降压药有泮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药，前者的代表药物有呋塞米、托拉塞米伊他尼酸等，后者常用的为氰氯噻嗪。服用利尿剂降压药的患者要注意自己的血钾水平，平时可以多补充一些高钾食物，比如高钾水果、哈密瓜、香蕉、橙子等；薯类杂粮、土豆、红薯、芋头、山药、小米、红小豆等；菌类蔬菜、菠菜、芥蓝、口蘑、蘑菇。2、身体出现4个症状，暗示你缺钾了。当体内血钾值过低的时候，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症状表现。一旦出现这几个症状，要及时的就医进行检查。1、经常疲劳。钾离子可参与神经细胞间的冲动传导和肌肉细胞收缩。当体内的钾元素缺乏时，会导致神经细胞、肌肉细胞活性下降，进而引起乏力、脚软等的症状出现。生活中经常感觉疲劳无力。2、心律失常。钾离子还能参与心肌细胞活动，一旦体内缺钾，会导致心肌细胞异常活跃，表现为心动过度、心悸、胸闷等。一些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还可能会导致心脏疾病发作。
3、消化不良，胃肠道蠕动需要钾离子来参与，体内钾元素不足的时候，会导致胃肠道蠕动受到了抑制，继而会引起腹胀、食欲下降等消化不良的问题出现。4、血压波动，血钾水平降低时，会让体内的钠水平上升，进而导致血管平滑肌兴奋性上升，容易引起血压波动。尤其是本身罹患高血压、减肥人群、经常腹泻、爱出汗、糖尿病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人群，罹患低血钾症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许多。这些人群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，要及时的就医检查。3、长期的服用降压药是个误区，一定要避开。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，合理的用药是稳定血压的关键。很多患者之所以经常出现高血压反复的情况，和不恰当的服用药物有关。以下常见的4个服药误区，一定要注意避开。快看看自己是否也犯了这些错误。1、血压正常了就停药。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，一旦患病，大部分患者都需要长期终身的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压。如果擅自停药的话，会导致体内的药物浓度被打破，容易导致血压失控，增加心血管意外的发生几率。2、自作主张的乱用药物。不少患者在用药时会有类比心理，觉得其他人服用某种降压药的效果好，自己也跟风购买。但不同的高血压患者服用的药物是侧重点不同，同一种药物可能不同患者的疗效也有不同。服药主要是要适合自己，高血压患者要服用哪一类的降压药，一定要遵循医嘱。3、无症状就不吃药。一些患者服用降压药会凭自己的感觉来，在头晕头疼时就服药，症状缓解了就停药。但并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会出现症状，殊不知这样做会导致血压波动过大，很容易发生意外。4、血压下降慢，频繁的换药。部分的患者觉得自己服用的药物降压速度太慢，希望选择一些降压速度快的药物，但这个做法也同样不可取，因为在没有高危现象时，临床上推荐的就是逐步的降压，血压下降过快反而可能会诱发脑卒中。高血压是一个很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对于确诊的患者而言，日常一定要积极的遵医嘱来服用药物，不要擅自服药或增减药量。今天讲的内容你收获了多少？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